那你告诉我，为什么只能赔一半啊？万先生，是这样的，因为责任认定书上裁定您需要承担1半的事故责任，而对方又没有买保险，所以您不能得到全额的赔付。那你当初买车的时候是怎么说的？要不您看看合约条款？行了，不用看了。既然你能这么说，那条款上一定是这么写的。我也不跟你们计较了，你就告诉我在哪签字吧。在这儿，万先生。您要是对您这个赔付不满意的话，您可以起诉那个货车司机，通过法律程序要回您的损失。连保险公司都不愿赔，那货车司机能挣多少钱呢？行了，先这样吧。行，您稍等一下，我去给您办一下手续。陈敏啊，怎么了？董事长，公司出事了，您赶紧回来一趟。我一到建达置业，门口已经等了5、6家公司的老总了，办公室人去楼空，一个人影都没有。那几个老总跟我说，他们也是和我们一样，和建达签署了资金拆借合同，核算下来超过1个亿了。后来，工商和公安接到报案都来了。据查，建达置业的这个商务楼项目，早在1个月之前就已经转手给了一家广东的公司，并且在上个星期正式办理了过户手续。照你这么说，冯哲是打了一个时间差，把所有的工程款都卷走了，对吗？我还听说，冯哲牵涉进了一起贪腐案，而他这个建达商务楼项目的幕后大老板，正是那个贪污案的主犯。冯哲肯定是知道情况不妙，在有关部门还没有来得及清算之前，就把项目转让，拿到了出让费，并且套了一笔现金跑路了。他去哪了？我还听到一个内幕消息，冯哲是胡向东前妻的弟弟，也就是胡一贤的小舅子。是海通公司的金总说，他跟胡向东以前是大学同学，知道他的底细。您是要打给胡向东吗？我已经打过了，早关机了。听金总说，胡向东的公司一切照常，他现在借故离开，只是不想看到像我们公司一样被他介绍进这个局的人。等到事态稳定，他肯定会冒出来的。董事长，就算胡向东直接参与到这个骗局里，如果抓不到冯哲，没有证据，他非但可以不认，而且完全可以脱身。毕竟他也投了钱进去，他可以说，他也被冯哲骗了，也是受害者。说来接我们吗？我们已经完事儿了，你在哪儿呢？我在公司呢，过不去了，你们自己打车回去吧。为什么呀？什么他妈为什么呀？有什么为什么呀？莫名其妙，刚还在赤道上呢，怎么突然转北极去了？你说他是不是有病？姐姐，叔叔怎么了？春暖花开，神经病越狱了呗。走。让所有的员工都回去吧。不妥吧？这么一放，他们更会人心惶惶的。都怪我呀，没听你的劝告。事情已经到这一步，咱们还是想想接下来该怎么办。银行的贷款还没还上，会牵扯更多的人。检察院立案、调查、取证是需要时间的，这一系列的程序下来。再加上万一抓不到冯哲，我们就会非常被动。我的建议是，让公司进入破产程序。真想不到，我苦心经营了10年的挽回投资，
几个老客户，我请他们吃饭。好。董事长，您别急，咱再等等，也许他们都堵路上了，过会儿就明白。文教、科技等领域的交往。吴邦国说，中国全国人大与澳大利亚喀土两院交往频繁，对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与信任做出了贡献。不会来了。中国全国人大促使发展与澳大利亚议会的友好交往，坚持相互尊重、取长补短、求同存异的精神，继续扩大与澳大利亚议会的交流与合作，促进两国关系的发展。郭巴德说，澳大利亚议会同样支持发展对华关系，也愿进一步扩大与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流。你能陪我好好的喝一杯吗？行，我陪您。你好像事业特别顺的时候，你就发觉你身边还有好多的朋友。可是当你出现问题的时候，你会发觉身边突然一个人都没了。其实我认为啊，很正常，他们这么做我是可以理解的。如果换成我，也许我也会这样。你跟我已经很多年了吧？说实话，你在我的心里已经超越了那种老板和雇员的关系。其实，在我心里，我也把你当成我的兄弟。谢谢董事长。那天，你问我，好像离婚对我影响很大。我真的承认，真的影响很大。我真的不知道，我跟丁曼之间的情感到底怎么了。你知道吗？当年我跟丁曼去了美国，那时我们结了婚。他的父母，我们住在一起的时候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，老觉得他们是看不起我，好像是看上他们的钱财。但丁曼不是这么想的。可能他们是认为他们的女儿跟着我吃苦了，认为我没有本事。当时我就下定决心，我就回国。我认为我有能力能让我心爱的女人过上幸福的生活，所以我拼命地干，拼命地干。我要闯出一番天地，我要做给他们看，证明我的能力。
的这些为什么，不就是为了爱他吗？对吗？对。人生就是一场戏嘛，人生如戏，戏如人生嘛。人生本来就是一场梦。王天野，你现在是不是在外面胡吃海喝？你以为你有几个臭钱，不每天吃吃喝喝的，就不体现你是成功人士了是吧？怎么了？我们的小护士，你从我进了医院，你就一直缠着我。那孩子跟我有什么关系？